我就又去请教教过我的同事，然后他就冷不防的把他的手拉到我的耳边上，就说他再告诉我讲一次。你的传票还没有送出去吗？还没有请律师吗？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自己感觉好。欢迎回到宝贝罗 Ruby。请问一下，你讲这么赶，是有人听得懂哦？好啦，再来一次哟！欢迎回到 Bubble Podcast， 我是 Ruby， 我是 Tina。大家出社会了吗？还是还在行销的深海里载浮载沉呢？在大家回答之前，我想要先来讲一句大实话。行销这个领域呢，通常就是只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在加班的人，第二种就是正在准备要加班的人。还有第三种就是已经正在哭的人。好，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件很坏的事情，我们要把资深主管真的怎么看新鲜人全部都讲出来。行销很辛苦啊，但新人之所以会过得更辛苦，是因为没有人跟他讲说主管到底在想什么，哪一些地雷不能踩啊，还有跨部门的哪一些人最可怕。既然没有人敢讲，我们就来全部讲出来吧。今天的来宾待过广告业务、杂志业客服，然后最重要的是在跨国企业当过资深的行销主管，看过新鲜人的辛酸史大概有300部。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 Vicky。大家好，我是 Vicky， 大家的老朋友，老朋友了，Vicky 是我们的老来宾了，又跟大家见面了。对 ，Vicky 最近有去做什么活动或者去哪里玩吗？我最近就当环保志工，然后呢还有去旅行这样。等 ，Vicky 同时是荒野保护协会的资深志工，解说员，没有很资深，很之前。对，原来，所以 Vicky 平常的兴趣就是去户外郊游吗？还是就是你很喜欢生态？对，生态观察。然后以前在职场比较压力大的时候，会喜欢滑雪、爬山啊，可能潜水啊，这些都是解压的一些方式。对，懂。那我这边有个问题，就是因为 Vicky 经历过广告业务，然后还有客服，好像甚至听说有拍过纪录片嘛。那为什么最后会想要选择压力这么大的行销工作定下来呢？我想我自己觉得我的特质可能喜欢在一个比较有弹性活泼的工作环境，然后跟一群就是更聪明，然后更有想法的人一起工作，我觉得相对是比较有成就感，所以你就会逐渐就是选择这样的环境，持续的工作下去。原来那 Vicky 在行销这一个领域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嘛，然后最后还有做到管理职。那想问一下 Vicky 自己在当管理，就是在当主管的时候，有观察过新鲜人通常都会有哪一些特质？我想新鲜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们很愿意去尝试，然后也有比较多新的想法，不太受到限制。对职场来说，或者是对整个工作组织来说，是很重要的一股力量。组织其实很重视新鲜人，因为过往我待过的组织有时候会就是如果你的平均年龄太高的话，对组织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呢，因为就表示你这个血没有新血进来，那很容易组织会僵化。所以新鲜人对组织来说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会帮助组织去活化，这样子带来新的东西，新的想法或新的可能性。所以算新鲜人对于组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学习的泉源，这样。对，就是新血，然后只是说比例要多少，不可能太多，因为太新的话，你可能会就是本来组织的文化没有办法维持到一个定型这样。但是新鲜人对组织来说是很重要。是哦，但是就是大部分像是我们这一个年龄层的新鲜人，通常在刚进入职场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职场恐惧，就是会有一种我没有待过这个公司，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应该要小心翼翼的，就是什么事情都应该要先想过至少3次以上才敢说出来，或者是至少先蕊过好几次才敢做这件事情，小心翼翼跟谨慎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少了很多去尝试的勇气。像我之前在过往的工作经验里面，有待过那种就是气氛比较僵硬一点的组织，就是我如果我有任何不了解的事情，我可能想要问主管，但是主管就会说
这个问题明明就讲过了，为什么还要再问一次？就这么笨的问题你还敢问我？因为经过了这样子的经验，所以有开始慢慢形塑了那种职场的恐惧。所以 Vicky 怎么看待就是新鲜人在新的组织里面不太敢问问题，或者是不太敢发表自己意见这件事情？我想这个应该不同的组织会有不同的样貌。那我觉得组织应该形塑或者是创造一个比较友善的环境，让新鲜人可以比较安心。所以包括刚刚 Ruby 讲的这样的状况，过往我们的处理方式是，新鲜人进到职场化，我们会让新鲜人有一个 mentor， 然后呢，任何问题有一个 mentor 可以随时在身边，可以引导或者是提供解答，让他对于新的环境有比较快的适应期。然后组织也必须要更包容新鲜人对于可能的问题、各种的疑问啊，然后很多不清楚的地方，要让他们有安全感，可以敢去发问，这样子才能够缩短整个适应期。有在录吗？应该是有，看起来。好。倒数3、2、1吗？好，3、2、1。看到这里的你有福了。在行销的宇宙里，你到底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3分钟心理测验，用情境来测验出你的行销性格，看看你到底是内容导航员、数据先知，还是投放精准的广告猎人，或者是喜欢把流程或者事情都自动化的自动仓长。选得越直觉，结果越精准。而且现在做测验还可以抽想想的餐券哦。不做你真的会后悔，现在就点进下方的资讯栏连结去做心理测验。即日起至12月30日，做完心理测验后，至 Bubble Hub 行销星际眼针页面的指定贴文底下留言，就有机会抽到想想餐券哦！赶快留言抽奖啦！等一下，这个那 Vicky， 我想问说，就是因为你看过这么多新鲜人嘛，那你自己有遇到就是真的不敢问问题的新鲜人吗？就有没有相关的故事可以做分享？我想新鲜人有简单的分，可能有分2种类型，一种是相对比较活泼，愿意发问；那另外一种就会比较内敛，然后很多问题他想办法自己解决，或者是自己去找答案。那我想这2种可能在对新鲜人来说，可能都有一些盲点。所以我遇到过的是比较可怕，让我会觉得比较害怕是都不问问题，然后对于交办事情也没有回应，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懂了还是不懂，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主管们会比较担忧，所以会比较建议新鲜人在回应职场交办的工作的时候，有疑问的时候就要提出。那想再加问 Vicky 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在当主管的时候，你最重视的新鲜人的特质是什么？我想应该是态度，就是遇到问题是不是有主动去找答案，或者是在交办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会自己多做一些准备去研究，然后有不懂的会懂得问。新鲜人可能工作的时候要很清楚建立自己沟通的方法，所以写信啊什么都要就是很清楚。我接触新人，然后他们开始写信写 email， 我都会请他们建立沟通的模式，比如写任何信是工作要交办的事，不要像写文章，就是在那边怎么他讲一堆，然后我要从头看到尾在写，然后或者重点写在最下面，然后我就看完没怎样就丢掉了，就那个他说哈，我写在下面，你谁有那么多时间看到最后重点要先写上面，然后列条列点。你要沟通，有3件事需要你帮忙，就是要把3件事，1是什么，2是什么，3是什么写得很清楚，不要这样再写文章啊，写完以后啊重点是什么不知道这样。那想问就是 Vicky 在之前当主管的时候，有没有带过那种就是你觉得非常突出的新鲜人？想要听一下故事。对，我想新鲜人啊，就是职场需要给他一些机会。那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的同事他可能毕业没有很久，工作大概半年，可是当时我们可能有国际级的客户，公司重要的客户需要服务。
可是当下呢，资深的同仁手上也没有余裕可以去处理了，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机会转给新的同事。那当下所以他是进来没有多久的，对，大概半年的时间。那可是呢，对于新鲜人来说，组织相对要负担比较多的资源，还有同时要给予比较多的培训，所以呢，接下这么重要的客户，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完整的处理，需要有不同的同事去协助他。所以当时我们是业务团队，所以我们就会决定说，那是不是他的业绩奖金可能没有办法让他领那么多？业绩奖金可以有10%，那可是这个同事他可能只能领到1/3，原来的1/3。那因为我们觉得是一个机会，所以就把这样的状况跟同事做说明，然后看他愿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机会。那当时呢，同事就会觉得说，不是很公平，为什么只能拿到原来的1/3？他要想一想，就是要看新鲜人的选择嘛。对，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要把握。所以呢，我们就请同事回去好好思考一下。懂。然后他隔天他觉得他愿意接受，所以他就掌握了这个机会。那后续呢，也因为他有了这样子的尝试的机会，所以这个客户的服务经验也变成他后续很好的职场的经验，然后也变成他后来加入新公司很关键的客户服务资历这样子。所以就是所以他一开始觉得就是奖金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有点不公平，但却没有就是意识到连带就是可以带来更多的学习价值。对，所以也鼓励新鲜人，就是如果在初入社会的这个初期呢，可以把握更多学习跟服务客户的经验。那可能奖金啊，或者是薪水，在第一阶段当然很重要，可是就不会是你唯一思考的关键原因。那这些服务的经验跟你的这个工作的经历，可以帮助你在后续可能掌握到更好的工作机会。那因为 Vicky 也看过很多新鲜人，然后也有很多新鲜人的故事。那我自己本身也很好奇说，Vicky 你自己本身在当新鲜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验啊？我之前想了一下，就发现踏入社会的前2年。然后我当客服的时候，我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客服有很多琐碎的流程，然后我是新人的状况之下，我的资深的同事就已经把流程跟我讲了一遍。可是某一天呢，我对那个流程忽然觉得好像某一个环节我不是很清楚，所以我的同事我就又去请教过我的同事，然后他就冷不防的把他的手拉到我的耳朵上，就说他再告诉我讲一次，耳提面命我，是把耳朵提起来，对，命令你，对，然后我当场有点吓到，可是我不知道我哪一根筋，觉得反正我觉得也无所谓，我就直接告诉他说好，我会记得。你的传票还没有送出去吗？还没有请律师吗？这个一定要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自己感觉好像不知道那个心境怎么去描述，就是对那些事情好像没有那么敏感，应该是说没有那么敏感。是对，如果在今天的话，可能会气死，马上去报警了，是不是？如果是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立刻就是直接把存证、录影存证，然后直接拿去报警。这个人职场霸凌很这样恐怖真的算是霸凌了吧？没有，他可能是真心想要你更好。可是他只是资深同事。对对对，还好。如果是主管，可能更严重。所以他是同事，然后我们就把他当作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善意吗？哪里看得出来哪里有善意？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大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或状况。那遇到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不是真的同事不是恶意的，只是善意的提醒，我想也不需要过度去解读。所以你当下真的完全没有就是吓到或者是惊恐的心情？我好像没有那么敏感，只是同事在旁边，其他同事在旁边看到，他们都觉得很惊，然后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新人？怎么会这样？旁边的同事假如我是旁边的同事。可是当下都没有人有回应，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说，他们才告诉我说，他怎么这样对你？
我说哈，真的哦，这样不那个这样很过分吗？ OK 耶，所以那个时候以为是就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对，这样子就是很严格的mentor 这样子。天哪！那 Vicky， 我想问一下，就是假设说现在新鲜人遇到像类似这一种的，应该算是职场霸凌的情况的话，你会希望就是新鲜人会去怎么样去做应对，会比较好？我想，现在的主管会比较有自觉，就是说，对于新世代的同仁要多一点包容，而且在言辞跟行为上面要收敛一点，因为不同的环境，然后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随时有人在旁边录影，然后就放到社群上，所以我想，就是如果只是纯粹把工作做好，那遇到任何的问题，你觉得心里不舒服的，要第一时间跟主管反映。就是我都会建议同仁可以私底下。那我遇到另外一个案例是我的同事，他就是突然有一天跟我说，Vicky， 我可不可以有事跟你聊一聊？那我当下会很紧张，发生什么事了？可是他告诉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在大家的面前，如果我有错的话，当面那个纠正指责我。那我当下也觉得他这样的提醒很好，就是我就是立刻先跟他道歉，觉得对，那我可能没有注意到，有点疏忽，那就是会下次如果有这样的状况之下，会私底下跟他讲。那所以如果新鲜人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也可以跟主管说，那做第一次直接的沟通。如果沟通无效，你怎么发现怎么常常都有类似的反应？你可以再跟更高阶的主管去反映，或者是跟人资汇报这样。那 Vicky 就是在这么多年的行销职涯里面，有没有就是一听到就会毛骨悚然的一句话？有。应该有2句话。原来一句话是说，明天可不可以明天交？你说这个可不可以明天交？就是有合作单位啊或什么，就突然就说这个很急，可不可以明天交？就代表今天要加班了，对，意思吗？对。对。然后另外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专案啊，我们没有预算限制，你们可以无限的发想，不要把预算放在心上。预算没有上限，是哦，因为这是假的，是啊，所以就可以花个好几千万都没关系的。对，因为通常都是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先让大家去集思广益，可是他就是完全没有边界，也不知道，可能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就是说预算没有上限。所以单纯只是想要骗你的点子，也不应该不是说骗，可能想要让大家先去收集资料，所以那个。没有范围的收集，或者是你没有预算也不知道做什么的状况之下，它就是一个很难去处理的，对，就是一个假议题，对，或者是只是要探索或者对找想法。所以这个是你在当行销的新鲜人的时候最怕听到的一句话。这应该是比较资深的这个是资深的时候对，然后你会分辨就是这个是可能是假议题。那有没有哪一些是你自己在当主管的时候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那主管如果同仁跟你说的时候，你怕的就是说，我可以跟你聊一下吗？那很多是要提出辞呈，或者是比如说遇到什么难题，然后可能比较难处理的，然后通常听到这句话，我直觉反应可是他不想做了。所以很害怕。了解。那通常我们都会先挽留，然后去沟通。可是那表示他在工作职场上面已经遇到一些瓶颈。那如果能跨过去的，那可能还可以再多贡献一段时间。可是如果已经出现这样的心情了，之后有可能这个心情会不断的出现，终究可能就会有。遇到员工要离职的问题，这样对。那我蛮好奇，就是 Vicky 在当主管的时候，会很常遇到新鲜人的流动率很高的这些问题吗？这个看你在招募的时候怎么去找人。有时候很急的状况之下，你没有很多的选择的时候，就是从现有的人选里面挑选，那可能当下你觉得
并不是那么合适，但迫于形势啊或者是人选啊，你就做了选择。那也许错的人进到公司，终究他就是会离职。所以最好的状况就是找到不管是工作的态度啊，或者是他的人格特质是相对符合目前工作的需要。可是这个是可遇不可求。对。那想问 Vicky， 就是在行销做了那么多年，因为行销需要一直跨部门合作的一个领域，那想问自己之前在跨部门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验？跨部门合作，我想如果有人出来做引导，然后负责的人把整个专案做比较好的规划，大家就会有比较清楚的蓝图跟样貌，合作起来就会是很好的合作经验。那如果是不是很清楚分工，也不是很清楚的状况之下，有时候老板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也没有指派谁负责，就是在一个模棱两可的状况之下，就很容易形成到底谁要负责这件事，然后也没有一个主从，大家都会觉得这又不关我的事情，然后就会推来推去。我遇到过比如说跨部门的主管，然后呢比如说对于行销有任何意见问题的时候，直接写信给总经理，然后纠正我们所有的错误，或者是也不算错误，可能他们的理解，行销有很多的做法嘛，那各自有不同的立场，所以他就直接针对每一个细节，然后发信给总经理去批评。那我想这就是比较是恶意的，就是其实如果是一个团队的话，你发现团队有任何的疏失，应该是直接通知当事人，然后做善意的沟通，而不是直接一封信写去，然后让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内耗。像打小报告对，然后大家就要去回应这些事情是怎么处理的啊。那我想行销也最讨厌处理这样的问题，因为你正事都没有办法做，你就是要回应内部对你的错误，或者是他们觉得错误的内容啊，错误的这个行销的规划做解释。对，所以应该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取得共识，然后大家针对有共识的内容方案去做调整，对，做执行，然后而不是后续有任何问题就是用这种小报告的方式。那我猜也是应该是整个组织的应该是说组织的文化，如果这种文化形成的话，这样的组织就不是一个就是团队合作，然后互相协助，互相往好的方向去工作的不是一个好的团队气氛。对对对，这也不是组织乐见的，我想。懂。那 Vicky 自己本身就是以你主管的角度来看，如果有看到新鲜人像你一样面对到派系斗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希望他们怎么样去做应对呢？我想新鲜人如果一开始就面对派系的问题，不是派系，除了派对以外的派系问题，那个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们就是一张白纸进到公司，在组织里面就是把自己的所学，然后尽量发挥出来，去学新的东西。那如果要遇到派系的问题，我觉得就不是一个让人家觉得舒服的事。那尤其要注意，就是新鲜人进到公司啊，茶水间是一个很容易八卦的地方。那也不要就是落入陷阱，就是常常同事会问你啊，什么什么什么事，你不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吗？你竟然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所以有很多事不要知道也没有关系。然后如果有人在做人身攻击啊、批评啊，要求你回应的时候，尽量避免，不要落入这种人身攻击的圈套。有时候一回头，大家就去，可能同事就去传话说谁谁谁说了你怎么样，那你就不小心要求你选边站，然后还背后捅你一刀这样子。对，所以千万不要就是让同事觉得你是选边站的人。就一旦你树立了这种形象，你就是会被当作就是会被划分成某一个阵营。
那我会比较希望自己是把工作做好，跟任何人、跟团队、组织里面的其他的部门同仁都是可以合作的。新鲜人最好是让自己，对，就是是好是形塑是自己是做事的人，而不是在搞派系这样。搞派系的人通常就是事情做不好，然后就是去搞派系。我的对。听起来很像宫斗听起来就很像对，所以要尽量避免这样子。所以 Vicky 觉得，就是新鲜人在面对这样的派系斗争的时候，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然后如果别人问你要站哪一边的时候，就站旁边，看他们自己打架，或者是你有你的主管、你的组织，然后就是还是以组织分派的工作优先，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对，所以一开始就不要把重点放在这些事情上面，会对新鲜来说会是比较好的选择。那 Vicky 你自己有没有看到什么你没有办法忍受的行为在职场中发生的？我觉得我最不能忍受就是有时候同事会挑拨。那我觉得新鲜人要有一种能力，就是 A 跟你说什么事情，你只要把核心的意思讲出来，中间的情绪语言要过滤掉，你才会让事情更好，而不会让事情恶化或者变成意气用事。举例就是别人说了什么，然后有一些情绪的语言很激动，然后他不想做什么，那你要去解读说因为这样子有些事情他们会觉得哪一个部分不可行，然后所以会建议怎么样，而不要把那个情绪带进来。然后尤其有时候在工作的过程里面，难免大家会有你跟谁比较好，你跟谁比较不好，就会很多事情会互相有一种尔虞我诈的心情。然后甚至我曾经遇到，就是主管很多时候想要提醒你，觉得可能某些事情我们会吃亏啊，或者是怎么样啊，然后就是开会的过程里面会在私底下在桌子底下踢你，或者是不讲明、不公开、坦诚不公的去沟通事件，而是藏的有很多自己心里的想法。那样的环境会让我觉得比较痛苦。就是我希望是大家就是一起让事情怎么样做好。可能这样有些人会觉得太一厢情愿，可是我喜欢的工作环境是大家把事情做好，然后有什么问题拿出来一起讨论解决，不要很多事情不说，然后私底下问题又很多。然后尤其不喜欢那种私底下的这些小动作，你就会让我情绪非常反弹，我就会觉得一有人踢我马上很警觉，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那原因就是你其实不喜欢这样的沟通模式，跟对别人就是要去猜别人的心思啊，然后做事情你也没有办法很直接的沟通核心的工作模式跟彼此的合作互动的方式，这样子。懂。对。那想问一下 Vicky， 你在经历过这么多职场鬼故事之后，有没有就是让你最想辞职的一天？跟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辞职就是你会逐渐可能累积一些负面的东西，辞职绝对不会是一天。那有时候那个 moment 就是你觉得时间到了，好像它就自然会发生。那通常都是一些负面情绪的累积啊，或者是有一些你觉得你就不舒服的地方不断的堆积。比较好的，你想离职是因为你有更好的选择。我想这个是比较正向，就是你觉得你未必说你离职一定是抱着对公司的负面的情绪而离开，有时候你如果很正向，是有好的机会来找你了，你才离开。那我遇到让我很想离职是负面的，就是比如说业绩不好那段时间，整体比如会遇到整个经济景气状况很不好，然后公司的业绩也受到影响，那一段时间就会一直不断的 review，本来可能 monthly review 变成weekly review， 它变成 daily review。那尤其我们也不是业务部，如果你不是业务单位，你又被这样不断的review 牵涉其中，因为业务 review 业绩不好有原因，就开始牵涉到其他的部门单位。那在那种恶性的环境里面，就是不断被 review， 你其实花很多时间在被 review， 反而很少，就是
真正能做的事情会你情绪会受到牵连，然后你就会被那负面的情绪一直干扰，你没有办法做新的事。那当下我就会觉得，那会让我觉得蛮痛苦的。然后曾经就是一个活动可能做了1个月结束之后，忽然老板又来翻旧账，然后又要 review 你那场活动，那种就会让人家觉得你会心情很大受影响，然后类似那样的状况就会影响你的工作情绪，可能会甚至导致就你会很意气，就是一时心急，或者是一时意气用事，就是说我不想做了，我不做啦，我不想做了，所以那也不会是老板愿意看到的。所以是想要离职的这个想法是一层一层累积上来的，就是很多很多件就是让你很受不了的事情堆积起来的。对，像如果是我们的话，就是以我们这样子的职场新鲜人，或者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这种血气方刚的个性，就是我今天如果遇到一件事情，我就明天就不来了，我就不做了这样子。新鲜人可能会这样子，但要忍住。对啊，就是要三思而行，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可能只是一口气，可是其实老板也很害怕人事的异动，尤其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尤其只是因为某一个单一的事件，所以最好是降低这种可能性。可是有时候难免遇到普遍整个业界不景气的时候，公司业绩不好，那样的状况就很容易让工作者在处于压力很大的业绩压力很极大的一种工作氛围里面。懂。那就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在你想要辞职的时候又救回了你的信念？如果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亲戚、好朋友说：“哎呀，不要啦，再忍一下啊，下个月要领奖金了。”要领奖金的时候就好，所以再撑一下。这也是公司的一个奖励制度啊。如果比较好，那个公司有时候就是会萝卜跟那个棒子一起，就是让你红萝卜看得到，然后偶尔要鞭打你，让你往前，然后给你一点痛苦。所以在中间如果有取得一些平衡，某部分会抚平你的伤痕跟你的心情。可是当有时候负面的能量或情绪或工作环境已经大于那个实质的奖励给你拿到，就算你很多钱，你也觉得你不想受那样子的折磨跟痛苦。所以好的职场工作环境啊，或者是同事的共事的氛围，会影响到你能不能在那个企业里面久留。那有时候钱很多，你会觉得钱在那个你很痛苦的当下，你宁愿舍弃1个月10几万的高薪啊，或者是你当下你已经很稳定的工作，所以那个取得中间的平衡，这也是每一个公司不管是 HR 或者是主管都会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懂。因为毕竟当主管很多年，也在行销领域里面工作了很多年。那想要问 Vicky， 就是新鲜人应该要如何才有办法知道自己比较适合什么行销职位呢？比如说我回想我是社会新鲜人的时候，我也确实不知道我应该要做什么，就是只能把握当下你有的机会，然后去尝试。所以我当时是觉得，我如果有一个工作让我发挥，我先想办法从中学习，去累积我的经验，然后那也是阴错阳差，你就走入到这个行销的领域。那因为学的是相关大众传播，也觉得很合理。可是就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被迫要从事业务相关的工作。可是后续我觉得业务的养成也帮助我在做行销的时候有比较好的理解，或者是更了解可能不管是业务或者是客户的需求。所以我会很建议新鲜人就是勇敢去尝试，然后呢不要替自己设限，然后从你的工作领域里面再去找你觉得让你有共鸣或者是更有成就感，那你从做起来你会觉得更有自信的工作内容。那 Vicky 你自己在看这么多新鲜人的当下，以你的经验来说，你觉得内向跟外向的人谁比较适合待在行销领域啊？我想不论是做行销或是公司的运作管理上面，
应该都会希望朝多元化发展。所以呢，不管是做行销，不管是内向或外向的人，一定可以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比如说更活泼的人，也许他适合做整合，他善于去沟通，那可能在做整合行销上面他更游刃有余，然后可以跟更多人把事情做比较好的完整的沟通。那至于比较内向的人，有可能他在创意的发想上面跟文案或者是内容的规划上更有想法。所以呢，像是内容导航员，对，所以内向跟外向好像不是用来判断你适不适合做行销，而是你自己在内向的这个领域里面有没有哪些更符合行销需求的技能跟能力，然后你可以好好的发挥。所以行销也不尽然就是说你一定要很活泼到你要跟别人一定要打交道，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跟别人互动打交道，可是他对于新鲜的事情他喜欢去尝试，然后比如说更有想法文案啊，多创意的发想规划更在行。所以应该是去看你是一个内向的人，在行销的领域里面，你觉得你可以找到哪部分发挥你的专业。比如说内向的人他很专精于做数据分析，那在行销的优化过程，数据的分析跟他的代表的 insight，所以新鲜人要学着去怎么去发现数据背后，就像刚刚说的 insight 是什么。然后所以总和刚刚说的，我觉得有2个可以提醒大家，就是你要学着在你的工作里面怎么做出更杰出的表现，就是当别人看到这数字或这个现象代表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insight，你可以去挖掘出来，去分析出来。然后刚刚说在做人处事上面，你要懂得去看问题后面的原因，它有没有隐藏哪些 hidden agenda， 或者是背后有哪些问题才是更关键的问题，来帮助你在是整个新鲜人在进入职场上面，你可以看问题看得更深一点点，然后提早度过你的新鲜人的这个适应期。对，接下来呢，想要最后问一下 Vicky 一件事情，就是像刚刚讲了那么多给新鲜人的干货啊，然后分享那么多自己在不管是当新鲜人的经验，还是当主管的时候看新鲜人的角度，就是你想要给新鲜人一个建议的话，你会用哪一句话给他们建议？我想刚刚我应该有提到过，那新鲜人绝对进入到社会这个新的熔炉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恐惧。可是我想跟新鲜人说的就是，你不要设限，勇于去尝试，然后在这个摸索尝试的过程里面，找到自己真正喜欢，让你觉得发挥起来更有自信的工作内容。对，也祝福大家可以找到你真正喜欢的工作。好，非常感谢 Vicky 这次来参加我们的 Bubble Podcast。那也希望各位新鲜人能够透过这次的 Podcast 学习到一些你们想要的知识。那也期盼大家能在行销领域中发光发热。如果后续有想要了解自己行销特质，或者是想要参加抽奖的各位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下方资讯栏，我们有一个心理测验，可以让大家去做完，再完成一些详细的小动作，就可以参加抽奖。那非常感谢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